今年3月，湖北有个人因为用 VPN 刷了几个网站，当地派出所全员出动，10几名警察破门而入逮捕，罚款500。同样是湖北，同样是最近，有人用华为手机翻墙刷 X， 也就是原来的 Twitter， 也被请去喝了茶，罚款200。有可能你觉得这事儿离你挺远的，但我要告诉你，这2个人被找上门，靠的不是有人举报，靠的是一套 AI 系统，专门来检测你的设备有没有挂 VPN。所以今天我就想跟你聊清楚这件事儿 ，VPN 到底是什么？墙是怎么把它封掉的？你的数据在路上到底经了谁的手？还有，为什么你以为安全，其实不一定？一提到 VPN， 大多数人的反应就是翻墙，这没错，但翻墙只是它的一个用途。VPN 最早的设计是为了让企业员工在家也能连上公司的内网，做到的方式是你和公司服务器之间建一条加密通道，点对点，专属的，别人看不进来。后来中国建起了防火墙，大家发现这种加密通道刚好可以绕过去，于是呢，这种翻墙的途径就这么流行起来了。怎么理解这个加密通道？我给你打个比方，你给朋友寄一封信，把信装进信封里头，用 VPN 就相当于这个信封是密封的，别人打不开，不知道里面写了是什么。但信封外面的信息是可以被看见的，比如你什么时候寄的，寄给了哪个地址，你每天寄几封，这个收件地址有没有被标记成可疑目标。换成网络语言，信是你访问网站的内容，信封是 VPN 加密层，信封外面的信息包括连接时间、流量大小、连接频率、协议特征、端口特征、流量形态。你从设备发出去的每一条请求都要先经过运营商，也就是中国移动、电信、联通这些。运营商就是这个系统里的邮局，他负责看你信封外面写的什么地址，然后决定把你的信往哪儿转。比如说你访问的百度，他就把你的信寄到国内服务器；你访问的是 Google 呢，他就把你的信送往境外服务器。这个转发节点也就是墙所在的位置。GFW 也就是防火墙，和运营商一起卡在数据出境的边缘，你所有请求都要经过这里。墙的工作方式是默认放行，只拦黑名单，它会检查你信封外面的信息，看你收件地址有没有在封锁名单上，看你的流量长得像不像正常的网页请求。传统 VPN 协议，比如说 OpenVPN、WildGuard， 用的是固定的端口和协议特征，就像在信封上贴了一张 VIP 专用快递的标签，墙一眼就能看出来，直接拦。所以现在国内主流的翻墙工具，比如说 ShadowSocks、V2Ray， 严格来说不叫 VPN， 叫混淆代理。他们做的事儿是把流量伪装成普通的 HTTPS 网页请求，让墙以为你只是在浏览一个普通的境外合法网站，从而躲过检测。这也是今年4月那波大规模封锁发生的背景。墙的识别能力在升级，很多以前能用的工具现在过不了。信封是密封的，那数据就安全吗？不一定，得看在哪个环节。你连 VPN 访问一个网站，中间会经过几个节点，首先是你的设备，然后是运营商、VPN 服务器、DNS、目标网站，还有可能存在第三方执法部门。在运营商这里，你的流量是加密的，运营商打不开。现在主流的加密方式，比如说 OpenVPN 用的 AES-256，256指的是密钥长度有256个 bit， 因为是二进制，所以说密钥的组合总数是2的256次方，大概是 1.15 乘10的77次方。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宇宙里所有原子总数加起来的数量大概是10的80次方，把全球所有的电子设备加到一块，每秒尝试1万亿次，暴力破解大概需要10的58次方年。但是从宇宙诞生到至今才138亿年，所以说暴力破解是不可能的。运营商这里看到的只是乱码，以及你流量走向了哪个 IP 地址，从而判断你是不是在用 VPN。在目标网站这里，正常的情况下，网站看到的是 VPN 服务器的 IP 地址，它看不到你真实的 IP 和地理位置，因为 VPN 服务器帮你转发了请求，网站只能看到上一级节点，也就是 VPN 服务器本身。在 VPN 服务商这里呢，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前面说的那把 AES-256 的锁，钥匙就在 VPN 服务器手里，数据到了 VPN 服务器，它需要用钥匙解开，
它才能知道你访问的是什么网站，然后帮你转发。这就意味着在 VPN 服务器这个节点，你的流量是解密的，服务商是可以看到的。那 VPN 服务商会不会记录你的数据，取决于他们的无日志政策，也就是 No Logs Policy。说白了，就是他们选择看完就忘，还是把你的记录留下来。免费 VPN 基本上是留下来的，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东西，费用只是换了种形式。你的数据就是他们的收入来源。如果有执法部门拿着搜查令来记录，服务商是可以提供的。更极端的是，这个免费 VPN 有可能就是钓鱼服务器，专门等你上钩。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非正常情况，如果你访问的网站是 HTTP 而不是 HTTPS， 那 VPN 服务器和网站之间的流量是明文的，没有加密，可以被截获。还有就是，如果你用的是国产手机，手机厂商本身就在系统层面埋了监控接口，如果厂商和运营商之间有配合，流量在出设备之前就已经被看到了，后面做再多的加密都没有用。所以选什么设备是你整个安全方案的地基。现在讲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以前中国对 VPN 的管控技术手段其实不算高，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靠的其实是两样东西，举报和自首。只要你不在网上大张旗鼓的晒自己 VPN， 不去向别人炫耀，你就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的用，基本上没人找你。被抓的人也基本上都是产业链上游，比如说开发者呀、教学博主、卖 VPN 账号的那些人，他们才是重点打击的对象。2014年，翻墙工具枫叶香蕉的开发者许东以寻衅滋事被捕。2015年 ，ShadowSocks 开发者被警察找上门，被迫删掉所有源代码。2016年，飞跃 SS 的创作者被判9年，没收收入。2018年，一个程序员因为出售 VPN 服务被判3年。2019年，逗逼根据地的创始人孙东阳因为在网上做 VPN 教学被判3年。2023年，编程随想因为 VPN 教学和相关内容被判7年。这些基本上都是做内容的，但普通用户被抓的极少。但到了今年4月，两件事同时发生了。第一， VPN 相关内容被正式写进了法律，因为以前没有明确法条，所以只能扣个寻衅滋事。现在有了法律依据，可以说是有更多的罪名可供选择，打击面也从产业链上游扩展到了普通用户。第二呢，检测手段从等人举报变成了主动扫描。福建有一家叫紫讯信息科技的公司，开发了一套用 AI 检测 VPN 的技术。这套系统的原理是这样的，几乎所有软件 VPN 在运营的时候，都需要你的操作系统里创建一个虚拟网卡，用来建立这个点对点的加密通道。而虚拟网卡会在 Windows 的注册表里留下特定的记录，包括网卡的属性、接口描述等这些信息。这套 AI 做的事儿呢，就是扫描你设备当前活跃的网卡信息和注册表里底层网卡的记录交叉对比。一旦判断出存在虚拟网卡，系统就会断定这台设备正在连 VPN， 然后警察就会找上门，让你解释这个虚拟网卡是干嘛的。如果你说没有翻墙，那你得证明这个网卡是合法用途。如果你说这是公司远程办公用的，那你需要提供材料，这事儿才算完。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以前你只要不出头，没人找你。现在呢，你只要设备里有 VPN 的痕迹，就可能存在被找上门的风险。我不是要劝你不用 VPN， 也不是要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呢，在你使用任何工具之前，你得先搞清楚它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再决定你愿意承担什么。VPN 保护的数据是在传输过程中不被截获，但它保护不了你选的服务商是不是在记录你，保护不了你的设备本身有没有问题，也保护不了操作系统里留下的那些痕迹。在这个环境下，有没有相对更安全的方案？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可以下一期再聊。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东西有用，欢迎订阅，这样你就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下一期。如果你有什么想聊的话，咱们评论区见，说不定呢就成了咱们下一期要聊的话题。好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